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来做一道俄式经典菜灌焖牛肉。前一阵子我去吃了一次俄餐，灌焖牛肉是桌桌必点菜。这道菜也是我们国宴菜当中的一道，味道很好，做起来会比炖牛肉稍微麻烦那么一点儿。不过我简化了一下做法，搞了个家庭版的灌焖牛肉，这样我们在家也可以品尝到异国风味啦。先把买回来的牛肉用清水充分的浸泡，中途更换几次水，泡到没有血水了。做这道菜可以用牛肋条或者牛腩，肥瘦相间的比较好吃。我是买的牛肋条，把泡出血水的牛肉切成大块，因为牛肉炖完以后几乎会缩一半，所以不要切太小。切完以后再清洗一下，洗干净，然后把表面的水分擦干，因为等下要直接用油煎，不焯水，用油煎的肉吃着会更香，所以一定要把水分擦干，不然容易被油溅到。一个洋葱切大块备用，其实直接对半切开就好，等下这样捞肉的时候比较好捞。锅里放适量的植物油和黄油，把牛肉放进去煎一下，最好是把锅烧得热一点，这样可以煎到牛肉表面有点焦。因为我用的是砂锅，不敢干烧太久，所以我这个火候差了点。又因为我嫌一块一块的肉翻面比较麻烦，所以我改成炒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还是煎到肉的表面焦化会更好。锅小肉多的话，要分批煎到变色，不能一次都放进去。等最后一批肉煎完以后，就把所有煎过的肉都放进锅里。我觉得用砂锅炖牛肉更好吃，又因为我不想多刷一个锅，所以我一开始就用了砂锅。放入适量的白兰地或者白葡萄酒，给肉去腥增香。再放入5片香叶和适量的黑胡椒，黑胡椒大概是1到2克。然后再把洋葱放进去，翻炒均匀。倒入开水，水要没过肉，水可以多一点，大火煮开。这个时候切一根胡萝卜和芹菜。牛肉锅开锅以后，把表面的浮沫捞出去，放入芹菜和胡萝卜。这样是一边炖牛肉一边煮高汤，一锅同时搞定，节省时间。搅拌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炖2个半小时。因为我们那个灌焖牛肉里还要放一些配菜，可以提前把配菜处理好。把口蘑、胡萝卜、土豆都切块。其实如果可以买到牛棒骨的话，最好炖汤的时候放一根牛棒骨进去一起炖，这样汤的味道就更浓郁了。土豆如果是提前切的话，就把土豆放在清水里，防止它变色。炖1个小时以后加点盐，给牛肉加一点底味儿。如果你要不喜欢吃特别软烂的牛肉，也可以少炖会儿，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，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来就行。你可以先炖1个半小时，然后尝一尝。我这个牛肉已经炖了2个半小时了，已经很软烂了，现在就可以把牛肉捞出来，把汤也滤出来，然后把配菜炒一下，锅里放一些油，放入一些洋葱和蒜，炒香，炒到洋葱变软。然后把土豆、胡萝卜、口蘑一起放进去翻炒。放入少量的盐和黑胡椒，也让这个配菜有一些底味儿。我们把这个菜炒到半熟就可以了，炒到蘑菇出水变软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把炒好的配菜放在罐子里，上面再放炖好的牛肉。再来做一个浓稠的番茄汤汁，锅里放植物油和黄油，小火加热到黄油融化，然后放入低筋面粉翻炒。一定要用小火来炒这个面粉，炒到微微发黄，闻起来没有生面粉味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用大火，用大火的话容易炒糊了，到时候对这个汤的味道是有很大影响的。然后放入番茄酱，喜欢吃酸的就多放一点。还是继续小火翻炒均匀。
炒匀以后，少量分次的加入煮牛肉的汤，一定要少量分次的加，如果一次全加进去，这个汤就会有面疙瘩了。最后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要有一点浓稠度，还要有流动性，然后加一些胡椒粉和盐，再加一点白兰地或者白葡萄酒，我给忘了。搅拌均匀，可以尝一尝味道，根据你牛肉的味道来调节汤的咸度。如果牛肉吃着比较淡的话，那汤就稍微咸一点。这样就熬好了，然后把汤倒在罐子里。最后我发现我这些用不了那么多罐子，调整了一下，用了5个罐子。如果有欧芹的话，可以在罐子里放一些欧芹；没有的话，也可以不放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。我是用上下火225度烤30分钟。30分钟以后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当当当当，灌焖牛肉就做好啦！看罐子里还沸腾着呢，老香了。拌饭超好吃，牛肉软烂入味儿，带着微酸的番茄味儿，特别下饭。土豆也炖得恰到好处，软软的又不会很烂，真的是很好吃的一道菜，推荐大家也试一试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